丈夫出差刚走不远，临时改变又回家敲门，妻子就在屋内，却迟迟不来开门。因为原计划这次出差时间比较长，这位丈夫没有带家里的钥匙，他只好加大了敲门的力量。雪飞，你在家吗？快来开门呀！我要去开的那个交流会啊，延期了。终于，妻子任雪飞打开了屋门，丈夫傅君喜一看就是一愣。雪飞，你是哭了吗？怎么脸上有泪痕？没有，好端端的，我哭什么呀？刚才有一只小飞虫飞眼睛里去了，我揉了揉。可要是一只小飞虫飞眼睛里，那也应该是一只眼睛流泪发红啊。现在妻子任雪飞是两只眼睛下面都有泪痕。既然妻子不想说，傅君喜便没有接着追问。说话之间，他就放好了行李，坐在客厅沙发上，掏出手机，用社交软件与单位的同事和领导谈论工作上的事情。妻子任雪飞用水果刀帮丈夫削好了一个苹果，递到傅君喜的手上。她表面平静，内心却十分的紧张与不安。怎么回事呢？因为刚才趁着丈夫傅君喜出差刚走，她带到家里来一男一女两个年轻人。现在这两个年轻人正躲在卧室衣柜里呢。要想让他们离开，必须得经过客厅。但是无论如何也不能让丈夫傅君喜看到这两个年轻人啊。说来很奇怪，这两个年轻人，一个是丈夫傅君喜的弟弟傅二喜，一个是他的妹妹傅三凤。就因为傅君喜坚决与弟弟妹妹断绝了来往，所以妻子任雪飞才偷偷的约见这小叔子和小姑子。现在任雪飞的大脑飞速旋转，思考对策。有了，茶壶里还有昨天泡的陈皮，据说喝了隔夜陈皮茶能拉稀。如果让君喜钻进厕所拉肚子，弟弟妹妹不是就可以趁机离开了吗？对，就这么办。慢着，好像有点不太好。我这不是等于给丈夫投毒吗？虽然只是想让他拉肚子，那也是伤害他的身体呀。还是再想想其他办法吧。咕咚，啪嚓。此时卧室衣柜里忽然传来了响动。丈夫傅君喜一手握着手机，一手拿着吃了一半的苹果，眉头一皱，疑惑地抬起头。媳妇，你听到没有？是不是卧室里有动静啊？哦，是，刚才我收拾衣服来着，可能是衣架没挂好，我去看看。哪儿是衣架没挂好啊？是傅君喜的弟弟妹妹因为在衣柜里弓着腰低着头一个姿势待累了，不小心碰掉了衣架挂着的一件大衣。嫂子任雪飞打开衣柜门，也不敢说话，对着衣柜里的小叔子和小姑子一通挤眉弄眼儿，比比划划，意思是告诉他们，你俩再忍耐一会儿，千万不要再弄出动静来了，我会尽快解救你们脱身。关好衣柜，走回客厅的路上，任雪飞皱着眉，咬着牙，发着狠，就无奈地下定了决心，用隔夜的老陈皮给丈夫傅君喜慢慢地泡了一壶陈皮茶。君喜，你快喝口水吧，解解渴，养养脾胃。傅君喜一手握着手机，另一只手接过妻子任雪飞地上的陈皮茶，眼睛始终盯着手机屏幕。喝着觉得神清气爽，一连喝了3杯。过了一会儿，坏了，肚子咕咕直叫，小腹疼痛一阵翻江倒海，人就冲进了厕所。借此机会，妻子任雪飞轻手轻脚，小碎步跑回卧室，打开衣柜。快点，你哥进厕所了，你俩赶快走。一泻千里之后，傅君喜的肚子轻松了许多，刚想冲厕所提裤子，
透过磨砂玻璃门，眼角余光就感觉怎么有2个人影从厕所门口经过，然后很快听到防盗门轻轻关上的声音。傅君喜是军人出身，动作十分麻利，他毫不迟疑，一闪身就冲出卫生间。雪飞，你看到了没有？咱家有2个陌生人。妻子任雪飞背对着傅君喜，猫着腰若无其事地整理着沙发。瞎说什么呀？咱家就咱俩，哪里来的陌生人？傅君喜不再理会妻子，他转身冲出家门，跑进电梯，就按下了1楼的按钮。到1楼下电梯，一路东张西望，一路走，走到了小区门口。小区的大门出出进进，不断有零零散散的居民和车辆经过，没有任何可疑的迹象。问保安小哥哥，保安说今天一切正常，也没什么特殊情况、特殊的人啊。刚说了没几句话，傅君喜就觉得肚子又不行了，得赶快上厕所。于是他转身就往回走，可能是刚才那隔夜陈皮水喝得太猛了。还没等他走到楼门口，噗出一声，傅君喜的裤裆后边就变成黄色的了。大庭广众之下，这丢人呐！傅君喜红着脸叉着腿乘电梯上楼，他怎么也想不到，刚才从他家里跑出来的那2位，他的弟弟傅二喜，妹妹傅三凤，此时此刻正在步行楼梯的10层那猫着呢。因为刚出哥哥家的门，就接到嫂子发来的短信，说是哥哥傅君喜追出来了，让他们赶快躲起来。这兄妹俩想好了，哪怕是等到天黑再走呢，也不能让哥哥看到，那样可就连累了嫂子了。傅君喜回到家，冲了个热水澡，又坐了一会儿马桶，然后换上干净的裤子。雪飞，真是不好意思，也许是刚才我看花眼了，还以为家里进了陌生人了呢。另外我这肚子不知怎么的，突然拉起来没完。说着话，他再一次坐回到沙发上，捡起手机，想着继续跟同事们在线说工作上的事情。妻子任雪飞心里当然清楚，完全是因为自己害得丈夫拉肚子，甚至还拉了一裤子。可她哪敢说实话呀，心里愧疚，嘴上是100倍的温柔。君喜，你先吃点饭吧，我熬了小米粥，你吃个热馒头，我炒的这几个小菜啊，也都是暖胃暖肠的。不，我先工作。结果一看，同事们都已经下线下班了，于是傅君喜简单吃了几口馒头，喝了半碗小米粥。媳妇，肚子还是有点不舒服，我下楼到小区门诊找李医生拿点药啊。傅君喜乘坐电梯到1楼，出了电梯往外就走，忽然就看到从步行楼梯走下来一男一女2个年轻人。双方3个人同时都是一愣。没错，这俩年轻人正是傅君喜的弟弟傅二喜和妹妹傅三凤。说到这儿，咱必须得交代清楚了。过去傅君喜是一名军人，在边疆联队当营长，几年才能回一次老家。父亲早年病故，母亲与弟弟妹妹相依为命。后来母亲身患重病，生命垂危的时候，傅君喜正在参加军事大演习，弟弟妹妹为了不影响哥哥执行任务，就没有通知傅君喜。最后母亲昏迷了，有医生就说病人现在虽然不能够说话，但是精神和身体上都十分痛苦，活着也是受罪。于是思量再三，傅二喜和傅三凤这姐弟俩就签了字，拔掉了母亲的氧气管。事后傅君喜回到家，因为没能见到母亲最后一面，他是痛苦不堪。得知是弟弟妹妹同意让医生拔管的经过，他是大发雷霆，发誓不认这弟弟和妹妹了。后来转业之后，
妻子任雪飞背着傅君喜不知道，就经常关照小叔子和小姑子。这次趁着丈夫傅君喜出差，叔嫂姑嫂3个人本想商量商量，怎么样求得哥哥丈夫的谅解，一家人和和睦睦相处下去。万没料到傅君喜忽然去而复返，这才发生了这么档子事儿。现在傅二喜和傅三凤在10楼的步行楼梯上，等到太阳快落山了，也没等到嫂子发信息说哥哥下楼之后回没回家。其实是任雪飞一紧张一着急，把这茬儿给忘了，所以他俩炸着胆子就想着溜走得了。嘿，怎么这么寸，刚好就碰上了哥哥傅君喜。其实母亲去世已经这么长时间了，傅君喜的气火也早就消了，他只是还没好意思拉下脸来主动联系弟弟妹妹。现在看二喜和三凤出现在自家楼下，他瞬间就明白了一切。小弟小妹，你俩快先上楼，你嫂子在楼上等着你们呢。我去拿点止泻药，一会儿就回来。咱哥仨今天晚上好好说会儿话。说完，傅君喜一转身出了楼门，走向小区门诊部。他热泪盈眶，泪水就模糊了双眼。傅二喜和傅三凤呢，手拉着手乘电梯上楼去找嫂子任雪飞了。从此之后，兄弟姐妹和睦相处，亲情温暖，是爱满人生。